為何同樣是飾演洪熙官，有人把一代義士演成了復仇工具，而有的人只需要一杆銀槍在手，便自帶了身負少林絕學、心藏家國大義的宗師氣場？今日盘點3位洪熙官扮演者，看看誰才是少林洪拳的開宗立派之人。第3名，林正英。居於末位的是《少林英雄之方世玉洪熙官》中林正英飾演的洪熙官，這是一版帶着獨特情懷濾鏡的配角型演繹。在這部以方世玉為主角的影片裡，洪熙官是引路前輩般的存在，戲份不算多，卻一出場就自帶江湖宗師的沉穩氣场。林正英舉手投足間都是江湖前輩的穩重與威嚴。這版的遺憾也十分明顯，角色更偏向推動劇情的功能性人物，沒有獨立的成長線與故事弧光。林正英跳出了觀眾熟悉的道長固化標籤，讓我們看到了他演繹武俠宗師的另一面，也為洪熙官的影視畫廊添上了一抹沉穩老道的獨特色彩。第2名，陳觀泰。1977年邵氏經典《洪熙官》中，陳觀泰飾演的洪熙官，作為華語影壇初代洪熙官代言人，陳觀泰先後在多部邵氏功夫片裡演繹這一角色。劉家良執導的這部作品，更是奠定了洪熙官影視化的正統標杆。硬橋硬馬的真功夫是他的靈魂，虎形拳威猛如猛虎下山，鶴形拳靈動似仙鶴掠水，虎鶴雙形更是剛柔并濟，融会貫通。整套洪拳技法專業地道，堪稱功夫片裡的活武學教科書。陳觀泰外形硬朗大氣，眉眼間帶着剛烈沉穩的風骨，最貼合民間傳說裡開宗立派的宗師氣度。影片當年躋身年度票房4強，為後世所有洪熙官故事埋下了敘事模板。只是年代相隔久遠，老派敘事節奏對年輕觀眾略顯疏離，人物情感層次也相對單薄，雖有開山之功，仍屈居第2。第1名，李連杰。如果你挑的是道，我們父子倆就一起上刀山跨血海；如果你挑的是木马，爹就送你下黄泉去见你。榜首之位，當屬94年新少林五祖裡李連杰飾演的洪熙官，這是刻在幾代人記憶裡的宗師標杆，也是武俠美學與人物魅力的完美融合。影片裡的洪熙官是寒江孤影般的頂級高手，他單槍匹馬闖過清廷，重兵圍剿，在狹窄巷陌裡殺出血路，哪怕面對生徒劇毒、刀槍不入的馬寧兒，依舊能憑着沉穩招式與精妙身法周旋，是4版形象裡戰力上限最高、觀賞性最強的一版。李連杰的演繹，俊朗裡藏着隱忍，冷峻中裹着溫情。當然，這版並非完美，商業爽片的定位讓人物過於圓滿無缺，一出場便是滿級宗師，缺少了從青澀到成熟的成長弧光。奇幻化的劇情設定也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洪拳傳承的歷史厚重感。但瑕不掩瑜，這版洪熙官早已突破影片本身，成為大眾認知裡洪熙官的標準像。那些行雲流水的武打場面，父子並肩的溫情橋段，都是港片黃金年代最鮮活的印記。4版洪熙官，4種風骨對應着華語功夫片4個不同的時代，他們或勝在美學巔峰，或贏在人物飽滿，或貴在開創奠基，或奇在情懷獨特。正是這些不同的演繹，讓洪熙官這個傳說中的洪拳宗師一次次在熒幕上鮮活起來，也讓少林功夫的俠義精神穿過歲月始終滾燙。